我不是一个中文写作者，也不是一个文科生，但是我想站在我的视角去解读一下 AI word 这件事情。就很多人应该会发现，自从有了 AI 之后，我们的社媒会出现很多 AI word 很重的文章或者是 post， 直到现在。当我们在刷社媒的时候，也还是会碰到很多痕迹还在的类似帖子。我就在想，为什么这些人能够允许自己的社交平台上会出现这样的内容呢？我不是说我在反对 AI 辅助创作这件事情，我反对的是你用 AI 来浸润，你用 AI 来修改你的表达，为什么没有把这个表达把它整理出一种像是你写出来的文字，而不是用 AI 润色过的文字？我觉得这两个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还有一部分人是直接把 AI 给他的东西发了出来，我就很好奇，他是没有这样的判断力，说自己的文字到底是人写的，还是有 AI 痕迹的，还是完全 AI 代笔的。这三个层次之间是选择将信息暴露出来的人没有判断力，还是说作为受众的读者，我们根本就不在意呢？我之前也很不喜欢 AI word 的文字，我甚至去找 AI 聊过，为什么 AI 给我们的东西在我们看来是有所谓的 AI word 的呢？当时就意识到说，其实现在所有就是很出色的大模型基本上都是英文为基底的大模型，而纯粹中文数据训练的大模型，虽然说 DeepSeek 它的表现很好，但是很多人在用它，比如说写作的时候就会发现，它写出来的一些句子根本就不是我们人能够写出来的句子，就那些视角非常的清奇。那说回出色的大语言模型，大多集中在英文基地这一层。那我们看到的那些英文就不管我们看到的中文就不管是他回复我们的，还是他帮我们写的文章，其实它都是一个披着中文外衣的英文里子，就是它本质上给我们的中文都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所以很多类似的结构，比如说不是，而是，还有然而，就是一些看起来很不顺畅的那些表达，基本上都是从英文结构上面翻译过来的。因为我们英文的语序跟中文的语序还是有区别的，所以直译过来会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那这种感觉就造就了我们所看到的 AI word。其实我有时候会感觉，我用 AI word 这个词，到底是不是对 AI 的一种不尊重，或者说 AI word 这个词是带有一种权力视角的，就是人类就天然的会以为人类写的东西是处于上位，而 AI 写的东西是处于下位。虽然我在用这个词，我并不觉得这个词它是贬义词，但是当我把这个词语抛出来，并且
用它来形容某些人暴露出来的帖子的时候，我可能无意识的把这个词汇往贬义词的方向去靠拢。但是怎么说呢？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太较真了，就是我对文字的准确度、文字的精度、文字的质地这一块要求真的很高很高。比如说我之前在读外文译著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的去关注翻译的文字质量。因为当时我在读外文译著的时候，我并没有首先去读外文原著嘛，所以我不知道这个翻译跟原文贴不贴合，但是它翻译过来的文字流不流畅，我是能够感觉得出来的。我现在脑子里面能够想到我喜欢的几个译者，可能我已经不记得他们的文字了，但是我记得他们翻译过的一些书籍，比如说我很喜欢的那本书《有损》，这本书的文字就翻译的特别特别的漂亮，特别特别的美，真的我太喜欢这本书翻译的文字了。还有另外一本书是吴奇老师翻译的，叫什么火什么焰，尴尬了，好像那个主人公叫什么詹姆斯之类的啊，我得去找一找。我之前是很喜欢这一本书的，这也太尴尬了，我居然又不记得。这就回到了我之前讲过的，我其实就不记得自己过去读的书到底叫啥名字。就是以前我会纠结一个点，为什么我都记不住我读过的书，记不住我看过的电影。但是有人会说，虽然你记不住，可是它们都长在了你的身体上，会形成你的判断、你的审美等等这些没有办法量化的东西。我姑且相信这一句话吧，但我也不能完全保证说这些话说的真的是对的。它可能可以是一种对自己记忆力或者理解能力的宽恕的借口吧。Anyway， 我也不知道了。天哪，这本书叫啥来着？我只记得是吴奇老师翻译的，我得搜一搜。我搜吴奇老师这2个字也没办法找到那本书，因为它的主页没有放上去，这也太奇怪了吧。哦，我找到了，这本书叫做《下一次将是烈火》，是吴奇老师翻译的詹姆斯·鲍德温的书。这本书的文字我也很喜欢，就是我真的在读这些译作的时候，很关注翻译的质感怎么样。就有的翻译文字你会看起来感觉它是有一种那种叫什么，我不知道该用性格还是什么样的词汇去形容。比如说你在读一些文字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它是非常流畅的，有的是非常严肃的，有的是非常可爱的，就是你会对这些文字有这样的一个形容，哪怕这些形容不是你刻意找这些词汇安装在这些文字上的，而是
你读到它的刹那就会有那种感觉。就像我们在跟大语言模型聊天的时候，你会感觉到Gemini 它是什么性格， Claude 它是什么性格，以及 ChatGPT 它又是什么性格，就是你对他们的感受或者说感知是存在一种可视化的视角，我觉得这是还蛮神奇的。虽然我没有接受过非常正经的文学教育吧，但我对文字的这种追求，或者说质地的要求，还算是蛮高的。包括我自己的表达，我有时候觉得，天哪，我说这些话到底咋说出来的？就会觉得自己的表达不顺畅，甚至有时候想说某些内容的时候找不到合适的词汇去描述。尤其还有一点啊，就是当我听到一些播客素材的原素材的时候，某一个人在讲话，他讲一句话，一句话就会出现很多个，比如说这个、那个，或者是就是他本来应该一个字顺着过去讲，他就会把一个词汇的第一个字讲了2遍甚至3遍。我当时就觉得天哪，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呀？他这样子说话的话，对方得听得多累呀。我感觉我还是有点命的吧。虽然自己的表达能力也不怎么样，但是对别人的要求却格外的高。所以还是得先把自己的能力给训练到位了，才有资格。那也不行啊，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也没有办法要求别人跟你一样，或者也没有办法要求别人能达到你的标准。毕竟有时候连自己都没有达到自己的标准嘛。所以回到刚刚说的 AI 味儿这个问题，那我也没有办法对别人太苛刻。如果大家真的觉得没什么，觉得都 OK， 那可能真的就是我太较真儿了，或者说做内容的人对内容习惯性的有太高的要求。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意味着你还是想真正做好内容，做值得留存下来的内容。那回到大模型这个层面，就是如果想让 AI 说出的文字避免这种 AI 味儿，一方面那肯定是得大量用我们中文世界的优秀或者说高质量语料去做训练，去做模型的喂养吧。但是这些高质量的内容，其实我感觉相比英文世界的语料来说，还是少的太少了。我不知道大家，或者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去接触过一些所谓下沉平台的文章，或者说小说。我真的发觉那个世界好可怕呀，是我没有想象过的可怕。我不知道原来还有这样的文字世界。感觉还是我太过于认真了吧。